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着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运动强度的问题。为了将运动强度这个话题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，这期话题我要对一个重要的专业概念做一解释，也就是肌肉的供能系统。一听这样的专业术语，我想你的脑瓜子一定嗡嗡的。别慌，我尽量说人话，把这个概念给大家深入浅出的讲明白。请大家一定要将这期视频看完，甚至多看几遍，因为类似运动强度和供能系统这样的专业知识对你的训练非常重要。通过今天的讲解，大家就能搞清楚怎样安排你的训练才能让你的训练效果达到最佳。好，让我们开始挑战吧。说到运动强度或是训练强度，我想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：跑一个马拉松运动强度高，还是跑100米运动强度高？在一般人的认识中，哪个运动类就是哪个运动强度高。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之所以有这个错误的想法，是因为不知道肌肉能量的来源这个知识点。先给你答案：100米跑的强度比马拉松跑的强度更高。你想会不会是这样？如果让一个100米跑的运动员到达终点线以后，再临时给他加上100米，临时加上的第二个100米的速度一定会比他跑第一个100米的速度要慢很多。但是如果给马拉松运动员在终点线临时加上100米，甚至加上500米，他可以基本上保持跟刚才一样的速度跑完，甚至他不会发觉他多跑了500米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？这是因为100米跑的运动员到100米终点线的时候，他已经将他的体力基本耗尽。但是马拉松运动员绝不会在跑到终点线的时候将自己的体力耗尽。这是两种运动项目肌肉供能的来源不同决定的。其实在健身训练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。比如你用10公斤的哑铃做肱二头肌的弯举时，你可以做10个，第11个你怎么也举不起来了。如果给你换一个5公斤的哑铃，你还是可以再做几个。再次一个都举不起来时，马上给你换上2.5公斤的哑铃，你还可以继续做几次。以此类推，当你的手里连哑铃都没有了，你还是可以弯举你的前臂。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采用这种逐渐减重的训练方式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套组合只是将你的能量耗光的一套组合，对你的肱二头肌生长变大作用不大。举了2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例子，它们其中的关联，在我们进入到肌肉供能系统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答案。肌肉收缩的时候，来自于肌肉里面的一种能量，叫做 ATP， 它的学名叫做三磷酸腺苷。三磷酸腺苷的英文缩写就是 ATP。下面我就用 ATP 来代替三磷酸腺苷。ATP 被分解时，释放了肌肉收缩的时候的能量。被分解后，当然你肌肉 ATP 的储存就下降了，你的肌肉力量也就会下降。例如你在做训练时，头几个一定非常有劲儿，但是你的力量会越来越低，这就是你肌肉里面的 ATP 被分解而降低的结果。ATP 也可以被重新合成。当你经过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休息以后，你肌肉里的 ATP 会被再次合成，你就又有力量做下一组训练了。因此肌肉收缩的能量来自于 ATP， 而且 ATP 不会被耗尽，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 ATP 在肌肉里面的储存和生成会变少。所以有人是累死的，有人是病死的，有人是饿死的，唯独没有人是因为能量被耗尽而死的。那么 ATP 的再生成就是个最大的问题。如果肌肉内部的 ATP 可以快速而无限的生成，那么你的肌肉就有使不完的力量，而且你一定很猛。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 ATP 是怎样不断在合成提供肌肉使用的呢？这就是讲 ATP 的生成需要什么供能系统来支持。肌肉的力量来自于 ATP， 一共有3个功能系统可以为肌肉提供 ATP 的再合成。
也就是3个功能系统轮流工作，不停地为肌肉提供能量。第一个，磷酸原功能系统，其实磷酸原功能也叫 ATP 功能，因为这个功能系统就是来自于肌肉内部 ATP 的储存。我们体内一共储存了80到100克的 ATP， 提供肌肉随时发力所需要的能量。如果你使用的肌肉中的 ATP 被用光了，那么就代表磷酸原功能系统结束了。因为肌肉储存的 ATP 有限，所以磷酸原功能只能持续6秒钟。在这6秒钟的时间里，你可以做的运动是那种快速的、力量大的，也就是在这6秒钟里，你可以超级生猛。但是在运动的世界里，你每不过6秒，随着磷酸原功能系统不能满足你的运动需要而结束时，身体将会启用第2个功能系统，也就是糖酵解功能系统。一听这个名字，你就可以想象出，这是依靠身体内部储存的糖分分解合成 ATP 的功能系统。提供糖酵解的糖分来自于血糖和肌糖。当生猛的6秒结束以后，肌肉内部储存的 ATP 会大幅的下降，运动的速度和力量也会下降。但是我们说过 ATP 不会被用光，糖分将出来合成 ATP， 作为 ATP 的功能系统，让你的肌肉可以有 ATP 继续运动下去。糖酵解功能系统分为2个类型，一个是快速糖酵解，快速糖酵解也称为无氧糖酵解；一个是慢速糖酵解，慢速糖酵解也称为有氧糖酵解。两者的区别是丙酮酸的去向。我马上停止提及这个词。当快速糖酵解合成和提供 ATP 时，会产生乳酸。我想大家一定听过乳酸这个词。在肌肉训练中，肌肉会有明显的酸痛感，这就是乳酸带来的。乳酸产生就意味着肌肉正处于快速糖酵解的功能阶段。慢速糖酵解发生时，肌肉的功能模式已趋向于有氧运动。可见，快速糖酵解发生在慢速糖酵解之前。快速糖酵解提供 ATP 的速度和数量明显多于慢速糖酵解，但是持续提供 ATP 的能力低于慢速糖酵解。在运动持续将近3分钟的时候，你身体里的糖分不能及时、有效、足量的转化为 ATP 时，你的身体将逐渐使用第3个 ATP 的功能系统，也就是有氧氧化功能系统。有氧氧化功能是通过氧气的分解合成 ATP， 你的肌肉就有 ATP 来支持它的运动。可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有氧氧化也需要脂肪、糖分和蛋白质的参与，因此有氧氧化系统要使用氧气、糖分、脂肪、蛋白质作为原料。可以推断出，氧气可以靠呼吸，糖分、脂肪和蛋白质身体里面有储存，因此有氧氧化功能系统是可以支持肌肉运动时间最长的功能系统。好，通过上面对3个功能系统的介绍，我想大家对这个专业知识已经有所了解。它将和运动强度有什么样的关联呢？它又将如何影响你的肌肉健身训练呢？我会在训练强度的下一期视频给大家继续介绍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